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唐伯虎为了混人相府，将自己打扮为寻常百姓，真的坐在相府大门前的石阶上，哭天抢地起来，眼泪里还真有几分是实的。想想自己仕途坎坷，竟哭了个天昏地暗。唐伯虎正哭得梨花带雨，出来一个看门人，喝问他因何坐在门前痛哭不止。唐伯虎把自编的惨痛经历，如何出门投亲，如何路遇骗子，如何穷途末路，说得真真切切。那媒人并不动慈心，高声喝令他速速离开。唐伯虎忽然站起身，目光呆滞，四肢僵硬地径直向河边走去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有泪无处诉，要这残生何用，真个寻死模样。这时那媒人身后跑出一人，冲上前来拉住伯虎。伯虎心中窃喜，表面上还是凄惨模样，拖着哭腔说：阿叔，你休要救我，迟也是死，早也是死，迟早总是一死，在下无处容身，还是死了干净。阿叔快请放手。这人名叫王俊，是刚才那看门人的兄弟，也在相府里当差，只因兄弟二人膝下无子，昨日随夫人进香时，他也烧香许愿，并求得1000，要他心存善念，救人一命。王俊在相府中得了个浑名王憨，同仆们都直呼憨批，从不喊他阿叔。这几声阿叔叫的王俊十分受用，拉过唐伯虎，坐在门前大槐树旁的石块上，二人一问一答地说起话来。王俊要给唐伯虎回姑苏的盘缠，唐伯虎哭道：阿叔，我原本是来投亲的，指望亲戚提携，得以胡乱糊口，就这样回了姑苏，也是无颜见人，还是死了干净，还求阿叔放手成全我。王俊忽然想起相府内正悬额要一名书童，便要唐伯虎把姓名、年龄、籍贯一一道来。唐伯虎早把那骗人的鬼话成竹在胸了，拖着摔枪讲给这位阿叔。小人姓康名轩，今年18岁，家住姑苏城外野猫弄，祖辈务农，读过几年书，在乡间做个村塾先生。怎奈父母双亡，棺椁祭物都需借来，因薪俸甚薄，无力偿还，负了满身的债，天天有债主上门讨要，被逼无奈出门讨生活，哪知被骗。王俊听得这年轻人读过书，充作书童应不在话下，便告诉唐伯虎华府中斥退书童悬额未补之事，问他可愿做书童。唐伯虎一听满心欢喜，连连向阿叔作揖，请求提携。说到这里，二人发愁没有保人。王俊道：你我这叔侄是叫出来的，不是真的，若是真表叔侄，便可作保。唐伯虎是何等聪明，那头便拜，说：表叔在上，小侄康轩拜见。当场认王俊做了表叔，白得了个英俊少年做表侄。王俊喜不自禁，拉着唐伯虎进了相府大门，引荐给他的哥哥。伯虎作一一拜见表伯，媒人将信将疑。王俊劝道：我们兄弟身世凄凉，认了这个表侄，在府中多少有些照顾。媒人听此也就认下了。相府庭院深深，虽是告老还乡的相国府宅，家中的门庭院落仍不失大家之气。初秋凉风习习，吹动竹叶沙沙作响。华洪山太师正坐在二吴书院中看书，凝神间，家人王俊走进来。华洪山正在思虑这书童人选，王俊将唐伯虎推荐上，虽是常人打扮，伯虎举止却还是文人风度。华老见了，感觉与寻常家奴不同。华老开口问唐伯虎：你是读书人，却因何愿屈身家奴？唐伯虎回道：小生读了几句死书，不胜田间劳作，所以落得这般狼狈。听说太师御下有恩，人人悦服，故来投靠。华老一听这番抬举，周身舒坦，当即留用唐伯虎。谈及身价，考虑到伯虎做过私塾，华老一开口就许他纹银50两。唐伯虎谢过华老，
自说将银子存于账房，3年后才支取，到时或有正用。华洪山见唐伯虎少年老成，心内十分喜欢，遂命人为他搬来座位，布置笔墨纸砚，要他自己写卖身文契。唐伯虎领命坐下，笔走龙蛇，不多时写就了，呈给华老。老相爷不禁啧啧称赞书法文理皆为上乘。卖身契上写：我康轩今年18岁，姑苏人士，身家清白，素无过犯，只为家况清贫，欲升华府，充当书童，身价银50两，自秋节起暂存账房，4、3年后支取。每日焚香扫地洗砚磨墨等事，听凭使唤，从头做起，立此契为凭。华老太师又预示伯虎的才情，书童华平来报说杜翰林来了。这杜翰林是华老的亲家，华老整衣出迎，临行时说一上联：太史多情，快一人来云路外，让唐伯虎慢慢思索，回来再对。不等华老出门，唐伯虎就抢步追上老太师，作一道：小人对得了，达额有约，访秋香满一轮中。华老太师的此才思敏捷的童仆，心情无比畅快，于是薛声笃笃会客而去。来客杜翰林，官名宋尧，也是姑苏人士，少年科甲，乃华太师数10年莫逆之交。他膝下无子，只有2位千金，长女雪芳嫁与华太师长子华文为妻，二女月芳待字闺中。今日到访，一来看望老友，二来看看女儿女婿。也许是造物既盈，华洪山府上2位公子都非俊物。大儿华文眼目歪斜，呆头呆脑，并且口吃，整日凄凄爱爱，浑名大铎。次子华武贼眉鼠眼，是个刁嘴，吐字不清，走路时还带着口头锣鼓，曾摆隆咚锵的叫个不休，浑称二刁。华洪山官居极品，半生风光，谁知灵秀之气都被他一人占了去，轮到2位公子竟和文墨无缘。大铎肚皮上可贴着小心火烛，二刁肚皮上竟可书写此路不通。华老刚走几步，忽然站住，叫唐伯虎过来一同去会杜翰林。唐伯虎和杜翰林是师友，素有交情，如果见面机关尽破，这是断然不能相见的。唐伯虎脑子一转，屈膝向华老请罪。华老愕然，忙问缘由。唐伯虎回道：蒙太师收留，小的自当赴汤蹈火，只恐杜老翰林回姑苏后向人提及小人姓名，小人卖身投靠，出于无奈，委实不想累及祖宗蒙羞，求太师爷周全。华太师点头赞许，心中暗暗赞赏这年轻人如此识礼。华老吩咐华平，让康轩顶华安的名字，引他去更换衣服，然后去拜见夫人和2位少夫人，最后去书房叩见2位小主人。华老交代完，轻摇纸扇，踱着方步到前厅会老友去了。华太师与杜翰林老友相见，分外亲热，宾主寒暄了几句，便坐下来谈心，提及2个呆傻儿子，华老叹气不止，杜翰林却表扬他那贤婿天生富贵相，连说女儿嫁得好。说到此，华老命人唤长子前来，单人多自以为是，还没见到人，就听得大铎一路行吟，摇头晃脑的踱进遮堂来了。华老太师一声呵斥，大铎上前屈膝拜见丈人，跃了好一会儿，父字也没能说出口。杜翰林上前挽他，连称贤婿少礼，贤婿少礼。翁婿2个鸡同鸭讲的聊了一会，大铎忽然冒出一句：月，好危险啊，望却了18，几乎作望吧。杜翰林听了莫名其妙，忙问他何出此言。大铎回道：小婿一时笔误，7字少写了木字偏旁，木字不是18 2字吗？该死的阿二，说我贪作望吧。这几句话说的杜翰林都羞得面红耳赤了。华老怒喝道：夺头还不快滚将进去！大铎嘟囔着：这是阿二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，倒是我去挨骂。摇摇摆摆地退出客厅去了。见大铎走了，杜翰林解嘲道：令郎文才虽有欠缺，但心境纯洁，庸人多福，
前途未可限量，不比兄弟后顾茫茫。华太师摇摇头，把话锋转向吴中四大才子新进的趣闻。杜翰林道：唐祝闻周素来玩世不恭，尤其唐寅去世最多。华太师遗憾与唐介元至今还没有一面之缘，只是和祝枝山常来走动。杜翰林提醒华老太师少和老祝来往，说那祝枝山浑号洞里赤练蛇，毒狠无比。华洪山笑问近来又有什么典故发生。杜翰林放下茶碗，讲起一事，时又好气又好笑。原来一天，杜翰林叫家丁杜生去祝枝山府上送一封信，信中不过几首诗，并无要事。杜生不认得路，向人打听时，径直问人家祝阿胡子住在哪里。谁知这话被祝家小厮祝同听见，回去报告给老祝。祝枝山接见杜生时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想好了报复的主意。他看过信件，对杜生说：你家主人要借我的一件古玩，不巧这器物被虎丘山云岩寺方丈借去，你随我一同去取来交与你家主人。杜生要求改日再来取。老祝哄他道：你主家要的急迫，耽误不得，还是劳你随我跑一趟吧。杜生无奈，只得跟着他上虎丘山。从城里到虎丘足有10里光景，道路甚远。杜生不认路，毫无所知。祝枝山坐轿走得飞快，杜生跟在后面一路小跑，累得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。到了山上，杜生汗还未消，老祝捧出一个封闭甚严的纸具，足有10-20斤重，压在杜生肩头。临走嘱咐他，内物价值昂贵，千万不可落地，恐生裂痕。杜生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家中。杜翰林见了这包裹，十分诧异，打开看时，见里面是一块青石，石上有一张纸，写着4句排体诗：尊仆太无礼，换我祝胡子，罚他驮青石，往返20里。只为胡子2字，害得杜生腰酸背痛，卧病3天。说到这里，2位老亲家各捻胡须，对视大笑。这时中门管家婆进来禀报，大少奶奶现正在内厅迎候杜老翰林。华老起身，请老翰林入内厅去会爱女，并约好少请再和亲家翁推杯换盏，开怀畅谈。华平引着唐伯虎从老总管那里领了一套家丁衣帽换上。伯虎从镜子里见自己头戴罗帽，身穿直身，腰系黑带，足蹬蛤蟆头靴，暗自好笑，心说似这般打扮像极了书童，只怕没人认得出是介元郎了。华平领唐伯虎到了中门，去拜见太夫人和2位少夫人。看众门的阿婆无儿无女，半生寡居，最喜人家叫她一声阿美母，华平伯虎一人叫她一声阿美，管家婆喜得合不拢嘴，竟然落下眼泪来。华平提及这位阿美有一个儿子，3年前天亡了。唐伯虎何等机智，便当下认管家婆做了干娘，凭空得了这么个英俊少年做儿子，管家婆破涕为笑。华平不由暗暗佩服这新来的兄弟如此机灵。华平引着伯虎缓步进了中门，将他介绍给遇见的仆妇丫鬟。遇见年长的伯虎尊一声婆婆婶子，遇见年轻的呼一声姊姊妹妹，叫得人人欢喜，个个舒心。私底下传言，府中来了个世上少有的俊俏少年。丫头婆子们聚在转角处，廊柱边，假山后嬉笑着低声切后，得了消息的纷纷赶来中厅院内，伸长脖子左顾右盼，被年长的拉过角落来教训一句，好几个冒失丫头不知羞，遂引出一串清脆的朗笑。唐伯虎走进中厅，屈膝跪在夫人面前，尊一声太夫人在上，新来家童华安叩见。过了很久也没有听见夫人的回声，只能跪在那里胡思乱想。厅上寂静无声，原来夫人也看得呆了，内心正伤感自己的儿子为何不似眼前这少年。在虎丘山上，夫人和三香都未正视过伯虎，更何况他此时已是家童装束，所以都没有认出他是曾经见过的少年。唯有秋香一见这来紫薇堂叩安的新人，一眼便认出了，不禁胸中小鹿乱撞，
想不到这痴人竟然会卖身投靠混入相府。唐伯虎依旧跪在那里，不知这夫人为何这般冷漠，竟让他长跪不起。转而却发现，此时这般姿势，观察足下倒十分方便。凭他直觉，右数第二双便是秋香的金莲了。唐伯虎正仔细欣赏着，忽然秋香斜肩一点，秋香只是换了站立的重心，唐伯虎却误会了，只道是秋香授意给他，叫他给夫人磕头。秋香见自己脚尖动，那痴人就磕头，不由得起了顽皮的心思，叫自己的斜肩点个不停。傻介元变得令似的磕头，如同捣蒜。夫人这边终于从神游中回归，低头见新书童不停地磕头，忙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”唐伯虎这才站起。夫人问及家事，伯虎不免又将自编的鬼话讲了一遍。夫人也尽信了，令华平引他去叩见两位少夫人。二人先走到东首的堂楼之下，华平高声呼唤道：“哪位姐姐在楼上？烦劳禀告大少奶奶，新来的书童叩见。”话音未落，二楼上秋桂丫头探出头来，紧盯住唐伯虎看了几眼，才说：“你们在楼下稍后，带我去禀报大娘娘。”不多时，秋桂回到楼头答复说：“今天大少奶奶与亲家老爷在楼上谈话，新来的兄弟不必叩头了。”一唐伯虎听了，心说：“天助我也！若是今天上了楼，被杜老太史认出，岂不前功尽弃了？”二人随即向西走。唐伯虎知道要去叩见二少奶奶，心里着慌，只为这位二少奶奶是他的表妹。华平告知新来的童仆，两位少奶奶都应接见，但一般10次有9次不见，不过做奴才的必须得走这一个过场。唐伯虎稍微宽慰了些，巴不得不用叩见。华府二少奶奶冯玉英是苏州通政冯祝久的千金，唐伯虎与她是表兄妹，唐寅的风流史他最清楚。平日里与秋香很是投缘，情同姐妹，时常教秋香读书识字。今日秋香随太太烧香回来，悄悄上西堂楼，把昨日虎丘山上，昨夜半渔船上，今早东亭码头上一连几次遇见执着书生的事说与二奶奶，并恳求二奶奶不要说与旁人听，免得惹人取笑。冯玉英是个有心人，送走秋香后不由思忖，秋香所说那书生模样举止，像极了表兄唐伯虎，况秋香品貌胜过8位表嫂，表兄遇见了一定不肯放过。不多时，听贴身丫鬟素月回来说，今天老太爷新收了一位俊俏的书童。听素月说，那新来的书童才貌极好，深得老太师赏识。冯玉英心想，哪里来的俊书童，只怕是我那风流表兄故伎重演吧。他命素月速去打听新书童姓名及身世。素月回来禀报，新来的书童名叫康轩，家住姑苏城外野猫弄。听到这里，二奶奶便认定来人定是表兄唐伯虎，不免叹道：“表兄啊，表兄，你不做借缘到来相府做奴才，竟然还自比偷食的猫儿。我自幼生长在苏州，从未听说城外还有个野猫弄玉英遣丫鬟下楼迎候，自己坐在楼上单等新书童叩见。”丫鬟素月站在楼下，见华平领新人向这边走来，知道是新来的书童叩见二奶奶，不等华平引荐，就上来迎住新人。唐伯虎作揖道：“小弟是新来的书童华安。”素月道：“二奶奶向来不喜见新来的童仆。”唐伯虎听到这里，喜出望外，不等素月说完，应了一句：“谢过妹妹。”华安就此告辞。说完起身，转头就走。素月连忙呼喊华平拉住伯虎，华平手快，一下拽住伯虎衣衫。华平低声埋怨伯虎不该如此心急。素月告知伯虎，今日特别，二少奶奶要见见新人。唐伯虎心凉下来，脸色煞白。素月笑他性急，却不知机灵新人此刻已是心如乱麻，没了任何主意。华平插话道：“见过少奶奶后，你可向账房领一份赏号。”唐伯虎向他二人央告道：“小弟命苦，
无福享受这赏号钱，还是拜访姐姐回禀一声，华安来过便是了。哥哥若喜欢银子，可代我叩见，代为领取。华平摇头如拨浪鼓，素月也不予理睬，只是紧催着上楼，为难得伯虎原地打转。素月又说，10回有9回不见，轮到你恰是第10回啊。唐伯虎被素月逼着走上楼来，右手一拉罗帽遮住眉毛，心中祈祷但愿不被表妹认出来。素月怕伯虎滑脚开溜，一只手抓紧他的衣襟，一面隔着窗棂通报：二少奶奶，新来的书童上楼了。冯玉英早居中端坐等候了。唐伯虎极不自然地被素月拉进屋里，远远跪在门口，不等二奶奶问话，口说新书童华安叩见二奶奶，一连磕了2个响头。叩头起身，唐伯虎转身就要溜，谁知被素月一声喝道：怎么如此不懂规矩？奶奶还没让你起身，怎么擅自就走？唐伯虎只得回来跪下。冯玉英一眼认出却是表兄，故意抬头，唐伯虎无奈将头抬高寸许，心想这低着头是华安，抬头便不是了。冯玉英故意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里。伯虎回答还是老一套，姓康名轩，家住姑苏城外。玉英打断说么康轩，世人通病是藏头露尾，你的病根是露头藏尾。伯虎心想，表妹果然聪慧，康轩2字叫唐寅2字却是露头藏尾，我须装得更可怜些，求表妹助我蒙混过去才好。于是再次叩头道：小的确有病根，请二奶奶海涵。小的遭遇凄惨，没奈何投奔相府，还请少夫人成人之美。冯玉英刚想软下心肠，忽地想起去年公公命自己出面求唐寅一幅人物立轴，表兄不但不给绘画，还把润笔退回，叫自己在婆家全无面子。想到表兄也有求他的这一天，不免竟有表兄还跪在那里，并不急于放他走。这时忽听得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响起，还没见到人，就听见一连串的噌摆隆咚锵。冯玉英听出是夫君上楼了，忙走出厅堂来，责问二呆为何不知读书，却无端上楼。二雕十分惧内，娘子面前不敢胡言，站在楼梯口答道：老冲兄去陪丈人了，西书房里冷七七桌得出鬼来，无心读书，想望望你。冯玉英劝道：相公暂无丈人须陪，快下楼读书才是。二公子刚要下楼，斜眼瞥见门里跪着一个书童，忙问娘姬子，那个矮人旗是谁？冯玉英告知是新来的书童。二雕道：我自家怕家婆，用不着西书童替我做矮人。冯玉英恼怒道：休得胡说，还不下楼去？二雕不敢斗嘴，敲打着口头锣鼓下楼去了。冯玉英回屋继续问话，问伯虎是不是为着腋下洞庭和开水殿。这2句原是腋下洞庭秋，和开水殿香，引着秋香2字。唐伯虎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作揖请表妹成全。玉英警告道：月桂天香，可望不可及，你当谨言慎行。冯玉英说罢，让素月送伯虎下楼。唐伯虎别了素月，行至中门口，见到等在那里的华平和管家婆。华平要去天香堂上执席，太师与2位公子都在那里陪杜老太师吃酒，遂指点了去书房的路，先走了。唐伯虎道别了管家婆，向书房走去。这华府的书房在回廊尽头，另有一番天地。松柏幽静之处，一池清水，池水对岸几株杨桂飘香。穿过院落，唐伯虎步入一处月亮门，面前展现一座大屋。那书房分前后2间，屋内雕梁画栋，却空无一人。唐伯虎见那书房匾额上书有金丽山房4个大字，落款是王建。他微微一笑，原来是老友王守熙的墨宝。再看4面墙上所挂书画条屏，也都是沈石田、祝枝山、文征明等人的作品，便观众多名家之作中单单少了唐画。伯虎顿悟，怪不得老太师忙着要其画剑。他轻轻摇摇头，自语道：华老华老，
只要你肯将秋香嫁与我，到时候凭你要怎样作品，我自当欣然从命。书案上一片杂乱，简直无从下手。唐伯虎随意翻到最下面，竟然在二位公子桌案上各发现一首歪诗，似乎都在写关于香的。是写秋香的吗？伯虎转念一想，夺头怎会懂得欣赏秋香？伯虎暗笑自己也是来做这偷香窃玉行当的，反倒疑人偷斧。他转身查看先生的桌案，竟然在抄本里发现了自己的作品。老先生的批注中对自己赞不绝口。唐伯虎自嘲：你佩服我，哪知我却将要在你手下做书童。虽然是相府公子，两个夺头胃口极好，好像永远也吃不饱，若遇可口美食，更是不顾身份体统，吃相勇猛。此时二位公子坐在天香堂上，也只是眼饱嘴不饱，在长者面前装着斯文，其实早不知暗暗咽下多少口水了。席间亏的杜翰林频频夹菜给他们，大夺道一声谢月月，二雕道一句谢阴伯，仅凭长者随赏随吃不得尽兴，闲着嘴又不让插言，上来好菜由不得生快。真如二雕后来自嘲，我们坐在堂上做了活祖宗了。杜翰林不经意说出，苏州典史李一贵收藏的唐铸画件最多最好。华老忙问因何如此评论，杜翰林道出原委。年初李典史奉命去吴淞江监督挑郡工程，临行时将一大箱书画寄存于杜甫二小姐书房中。今年伏月将过，李典史还没有回来，因怕书画发霉，杜翰林与小女将箱子打开，取出画件一一晾晒，顺便观赏。这一看，真个琳琅满目，令人艳羡至极。华太师听说了，不由暗暗咽了口唾沫。月月琳琅满目，难道各中藏的都是你的儿子？大铎实在闲得无聊，插语道。华太师对儿子怒目而视，呵斥道：一派胡言！你岳父指的是琳琅满目的琳琅，不是指儿子的那个令郎。大铎缩回脖子，不敢作声。回想曾托无限知县去求唐画，又托二儿媳修书去求君未果，华老太师有些感叹，自己竟然不如一个小小的典史收藏的多。杜翰林讲述了原委，四大才子中唐子卫尤其性格怪异，虽是莫逆之交，就是其他才子求他也不肯应。华老道愿听其详。杜翰林清了清嗓子，绘声绘色地讲起来。2年前暮春时节，周文斌央伯虎2-3天内绘一幅西厢带月图，唐伯虎拒绝。周文斌不禁耿耿于怀，心生一计。唐伯虎游览城南诗园时，见一位绝色美人有2名丫鬟扶着，走入一间复室内，立即被他吸引，坐于外室静候小姐出来。一个小丫鬟出来问他是谁，唐伯虎道出真名实姓，反问丫鬟这位小姐是谁家千金。小丫鬟被小姐娇声唤了进去，旋即回来说，小姐知道尊驾是江南第一才子，久闻大名，欲求唐介元依附人物册页。唐伯虎欣然应允。丫鬟铺好随带的纸张，唐伯虎竟大破其力，在外室例会半个时辰，集成一纸西厢带月图画稿。小丫鬟正在收拾画具之时，唐伯虎道：还请小姐出来，我好当面再挥好，全作琼瑶之报。话音未落，内室传来男子的笑声，高声道：伯虎，伯虎，你坠入我的构中了。原来周文斌乔装美人，居然骗得唐伯虎一幅画稿。故事说完，二老不约而同开怀大笑。2个夺头听了故事，在那里轻声议论。大铎不解为什么男的叫他画，他不肯；女的叫他画，他愿意画。二雕道：老冲，你说老生活，老爹要是扮作女人，要他画，他会肯吗？大铎说：一定肯。二雕摇摇头道：唐寅只喜欢美人，不喜欢老女人，老生活扮了女人也不会是美人，至多适合中门上的管家婆一般。扮女人要剃了胡子，剃了胡子也换不到画，那就是赔本生意了。大铎附和道：对，偷偷鸡不着反蚀把米。二雕总结道：老冲不细是这般说，求画不成，
反施胡须。两夺头毕竟是呆子，对话声音越来越大，竟然引得杜翰林将一口好酒喷将出来。华平、华庆也低头掩面忍俊不禁。华老强压怒火，叫童儿给两位公子盛饭，命两公子饭后去书房自修。夺头们早盼离开，吃罢了饭，踱着鸭子步向书房晃来。进了院子，远远望见书房内有个书童，很是面生。呆子不敢进门，立在门外窃窃私语。大铎猜是代管先生，二雕反问代管先生怎么罗帽直身打扮。大铎又猜是不是生先生死了，叫个童儿来报丧。二雕头晃得像个拨浪鼓，说报丧应该到账房，不该来书房。唐伯虎瞥见两个呆公子在书房外探头探脑地猜度他的身份，索性想游戏他们一下，故意挺直腰板，清了清嗓子，理直气壮在书房里踱起步来。呆公子见状更加摸不着头脑，战战兢兢走进书房。大铎壮起胆子问唐伯虎从何处来，伯虎故意说他从来处来。大铎问他来做什么，伯虎摇头晃脑道：特来相伴二位。二雕问：你可是来教我们子曰子曰？伯虎答：若硬要我子曰子曰，我也会子曰子曰。大铎问：你可是教我们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平平？唐伯虎依旧饶舌道：不是叫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平平，但是要我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平平，我也会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平。听他说到此处，大铎彻底不知所以然了。二雕小眼睛一转，问唐伯虎姓字名谁？伯虎道姓康名轩。二雕恍然大悟，眼前之人就是老管家说的新来的书童，刚刚在自家楼上做矮人的就是这个书童，不愿娘子罚他，果然是个雕，原来是个新来的奴才戏弄小主。二雕不由得怒向胆边生，大喝一声：可恶书童，吃你二公子一个瞎黑虎偷心！说着挥拳向唐伯虎打来，伯虎忙向一边闪开。大铎一旁听得明白了，也来参战，一口臭唾沫向伯虎吐来。大铎二雕前后夹击，唐伯虎利落地躲闪开了。大铎的吐沫正中恰好撞将过来的二雕面颊，二雕一面拭去吐沫，一面埋怨老冲不该没个准头。唐伯虎拱手一一道：二位公子请息怒，小人奉太师爷君谕，顶名华安前来承职书房。二雕停下来问唐伯虎可会干活，伯虎回道：会干，都会干。二雕又问可有不会干的，伯虎与他周旋道：不会干的便不会干。大铎又中了唐伯虎的埋伏，插言道：请教有什么不会干？唐伯虎故作孱弱状道：小人一不会打水，二不会扫地，如要扫地，要二位公子扶着我扫。二雕冷笑道：只听说搀了奶奶扫地，没听说搀了奴才扫地的。大铎急急地应道：二你不搀我搀。唐伯虎一时得意忘形，又踱起方步说自己不会铺床。大铎说：华话你不会叠被我来。唐伯虎拜谢了大公子。二雕站于一边，皱了皱眉头，瞪着兄长道：老冲只知道做个烂好人，没听说有主人扶系是奴才的。小人一会读书，二会写字，三会焚香，四会对弈，五会抚琴，六会吹笙，七会画山水人物，八会未卜先知，九会窃玉偷香。听唐伯虎卖弄到此，两个夺头竟然深信不疑。一个道：你比生先生的本领大。另一个说：你比先生的本事大，也比老生活本事大。于是大公子要是唐伯虎的偷香窃玉，二公子要是未卜先知。唐伯虎洋洋得意道：偷香窃玉不是寥寥数语能说得清的，未卜先知倒是当下便可应验。二雕要唐伯虎推出他的心思，唐伯虎故作神秘道：虽然初见二公子，但猜得到你心思牵挂的是臭的对头，直的反面。二雕摇头不解。伯虎道：臭的反面是香，直的反面是书，二公子牵挂的是香书。惊得二雕大叫：
半仙半仙。大朵也要唐伯虎猜他心想的是什么。伯虎道：大公子念的是走进花粉店，嗅这一嗅香啊香啊。大朵闻言直叫大叔佩服佩服。三人正在书房内叽叽咕咕，华平进来叫华安一同去享用天香堂上的鱼宴。两位公子客客气气请华安出门，大朵更是恭敬之至，痴痴的言道：王弟步步送，仙仙兄代代送。两童强忍住捧腹，哼哼着出了门。华平不住夸赞伯虎，真是有神通，何府上下人尽喜欢，就连夺头公子也如此恭敬。出了月亮门，走在世园甬道上，唐伯虎问华平：大公子念到的香啊香啊。二公子不离口地说：香书。那香书到底是什么？华平说：那是夫人的心腹婢女秋香，婢女中品貌顶尖的人物。听华平说，两位公子虽是痴人，但赏美之心却没有痴。几次路遇秋香欲行不轨，被秋香溜掉了。回到内厅哭诉，夫人一怒，把两个夺头罚在紫薇堂上跪了大半天，后来才有所收敛。唐伯虎不由暗舒了一口气，老者食量不大，夺头们又不曾放开吃，天香堂上的鱼宴十分丰盛，平安吉庆四同吃了个肚儿圆。唐伯虎吃罢，春风得意地晃回金丽书房，哪知还没进门，就听得一句：这法宝。唐伯虎闻声把头一偏，大朵一口吐沫吐在雕花房门上。二雕高叫道：雕奴偷看了我们的西施，胆敢假充说未卜先机之，进来尝尝你二公子的瞎黑虎头掏心。伯虎站于门外狡辩说：诗稿上没说的话，他也能未卜先知。大朵问：我们念的香旗实戏是谁？唐伯虎答：是壁中魁首秋香。二雕问：我们与秋香可有什么话把戏？唐伯虎便把从华平处打听的二夺出丑作矮人的典故说给他们听。惊讶的二雕不一样大的双眼也瞪得一般大了。夺头们将唐伯虎请进门，让他高坐在先生的位子上。唐伯虎更是得寸进尺，直说口渴。二雕冲着大朵埋怨：老冲，你真系个夺头，半仙到来也不送上一盏香茗。大朵道：我道便是，大懒之小懒。从此书房里，两个夺头对唐伯虎毕恭毕敬，一个敬称他大仙，一个尊称他大叔。2天后便是中秋佳节，太师府请了匠人扎制香斗，庭院内仆妇来往匆忙，很是热闹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